情绪来了不能躲，避不开不如看清楚。林伯恩是一名刚升任主管的职场新星，公司里他是众人眼中的冷静先生，从不情绪化，总是理智有条理，连同事失恋痛哭，他都能一脸镇定地递上卫生纸并说多喝水会比较好。有一天会议结束，他独自回到办公桌前，看着刚被否决的企划案，脸上无波无澜。但当他转头看见某位同事正和老板说笑时，手中笔一断，力气大到让同事一惊。你怎么了？没事。没事是我们最常对情绪说的谎。林伯恩没有哭，没有骂，也没有摔东西，但他晚上开始失眠，吃不下饭，对所有事提不起劲。他不觉得自己有情绪，只是有点累，压力大，最近很忙。我们常以为情绪可以压下去，躲过去，能处理，但事实是情绪不会自己消失，它只会换个方式反扑，就像埋在沙堆里的地雷，不踩到不爆，但它一直都在那里等待触发。你真的能不理会情绪吗？在快节奏的现代社会，理性被推崇为生存必备技能，情绪则被当成杂讯，要控制，要压抑，要管好。面试时你不能紧张，上台时你不能慌张，谈判时你不能太激动，听到批评时你不能不开心。于是我们学会一种能力，情绪删除术。我们删掉恐惧，删掉悲伤，删掉不安，最后连快乐也变得麻木。但情绪不是你可以选择不要的东西，它不是路上的广告，可以忽略不看。它比较像是一封未拆的挂号信，你以为没理它就好了，其实它一直在门口等你签收。逃避的三大后果：假平静、假坚强、假自由。一、假平静，表面云淡风轻，内心暗潮汹涌。你告诉自己我没事，但不代表你的大脑和神经系统相信这句话。那些没说出口的情绪会藏进身体里，变成紧绷、头痛、胃酸过多、免疫力下降，甚至长期的身心疾病。身体很诚实，它会说出你压下去的那句话。二、假坚强，用坚硬武装自己，其实更容易碎。你以为忍耐是坚强，其实是忽略。你以为撑住是勇气，其实是恐惧面对。真正的坚强不是撑住，而是承认我有情绪，也可以处理它。三、假自由，你以为压抑后能继续前进，实则被牵制。你说自己不想被情绪绑架，但你压抑情绪的方式已经变成另一种绑架，让你无法真诚地面对自己，无法在关系中自然流动。你以为你在掌控情绪，其实情绪在掌控你，只是你没发现。情绪来了，躲不掉的5种真相。一、情绪不是敌人，而是信差。每一个情绪都是一封讯息，告诉你某些需求没被看见，某些界限被侵犯，或某个价值被触动。你越不理它，它就越用极端的方式让你注意我。二、情绪不等于行动。我们误会情绪，是因为以为有情绪就会失控，但其实有情绪不等于或做出错事，反而是压抑情绪太久才更容易爆炸。情绪是一种能量，不是指令。你可以感受它，但不一定要跟着它走。三、情绪会传染，也会压垮关系。你以为你已经把坏情绪藏好了，别傻了，最亲近的人早已感受到，只是不知道怎么靠近你，
还是选择离开你。压抑的情绪不会让你更好相处，只会让你不知不觉变得难以靠近。4. 情绪不会消失，它会变形。你压下的悲伤会变成沙漠，你压下的委屈会变成愤怒，你压下的害怕会变成攻击。情绪不是你处理掉它，它就没了，你不处理，它就会换个脸再次出现。5. 情绪其实可以被看懂，它不是洪水猛兽，它有迹可循。只要你愿意停下来，看见它的形状、颜色、声音与来历，你就会发现情绪不是可怕的怪物，而是你内在诚实的自己。避不开，那就看清楚3个现代人的生活片段。刘小姐的礼貌微笑症，她是办公室的开心果，永远笑着说没问题，直到某天她在厕所里突然大哭，她才发现原来她对每一个应该开心的要求都说了好，却从没问过自己，我真的好吗？小杰的情绪火山口，她习惯压下怒气，直到开会被一句话刺激，她当场怒摔笔电，大家只看到失控的她，没人知道她早已憋了一整年。原来火山不是突然爆，是早就开始冒烟了。阿云的冰冷模式，她不生气，不难过，不争吵，她说我已经没感觉了，但她也笑不出来。冰冻的不是情绪，是她已经不再愿意让自己受伤的心。这些情绪的爆炸，其实都是长期的看不见，而非突然的失控。让情绪不再是地雷，从看清开始。当你不再压抑，不再逃避，而是说出那句我有情绪，这很正常，你就已经从情绪的奴隶变成他的翻译师。你不用一开始就能解决问题，但你可以开始试着给他一个名字，给自己一个空间，给关系一个机会。情绪不是我们人生中的绊脚石，而是内在导航系统，它不是用来压抑的，是用来倾听的。结语，情绪不会消失，它会等你转身面对。最后，还记得林伯恩吗？在一次人资部门的员工辅导后，他第一次说出那句我很挫败，不是暴怒，也不是哭崩，只是一句承认。那之后，他开始试着不再对每一个我没事都买单。他慢慢发现，当他开始懂得说我需要时间，我感到有压力，我想要支持，他与同事与自己关系都变得柔软。情绪是你灵魂发出的语音信号，别急着挂掉它，先接起来，听听它到底想说什么。因为情绪来了，不能躲，但你可以看清楚。